短发这样剪可能有不一样的效果。这是2020年戴口罩的时候我们录制的杂志一款作品，这是沙龙当中常见的顾客素材之一。设计目标是质感错层短发，所以底线长度设置在2指位，所以选择圆形渐增层次，逐渐向上提拉，建立重量，使得更好的填充头型的饱满度。下区逐渐提拉，渐增至耳孔的位置。后区上区再逐渐提拉至耳孔的高度，进行固定区定点裁剪。模特底线的宽度只有头围宽度的1/3，所以建立低层次轮廓的同时，还要约束后头围的长宽比。那么用其他方法裁剪会不会得到更好的比例呢？当然可以。所有的技术在于你怎么完美去搭配，呈现好的比例才是最关键的。设后部底线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要干净精致，毕竟我们的方向是质感短发，所以不需要碎尾。建立好圆形固体层次之后，再利用交叉去角去磨圆，提升我们的层次空间，这样会更柔和和更细腻。以后部区域堆积重点为引导，建立两侧边角的长度，两侧分层去剪平边角，使我们的切口微微向上，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得到立体的轮廓。前区锯齿刘海分区，为了得到里外层次交叉错层不连接，在锯齿划分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划分的区域不大于前区的1/2，这样就 OK 了。刘海内部区域选择去除层次，顶部多余发量自然垂落，进行锯齿裁剪，得到不规则的锯齿切口。锯齿刘海怎么切？这个主要看心情，看美感，看你当天创作的方向。而短发主要核心还是看结构，看整体的质感，刘海只是点缀，当然更看颜值。一幅好的作品一定是建立在你的素材很好，今天选的方向是完整正确的，再加上我们能控制好的比例，最终拍摄的画面是干净整洁的，才能把最终的美感表现出来。湿发修剪过程主要是创建层次的柔和度和结构比例，干发修饰主要是在刘海、边角以及在约束头围的宽度这些比例上进行一个修饰点缀，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还原结构、柔和层次过渡，以及把我们的质感表现得更强烈。而大多数设计师犯错的开始，就是在结构比例和基本功欠缺的情况下就进行吹干修饰，这样呢不但破坏了结构比例，同时也得不到好的质感表现，从而让我们的美感丢失。对于那些有整体流向细腻偏柔和类的短发，是当下作为设计师你必备的一些技能，而这一款有质感、有结构、有好的比例去呈现短发，才是作为高单价设计师追求的方向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模仿只是优秀的开始，而设计才是卓越的体现。